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木须辞红衣鬼王杀疯了。22任前任设定引爆热搜，与陈飞宇无感节气虐恋预约破200万。木须辞，迪丽热巴的400岁鬼王，凭什么未播先火预约破200万？当一部名为《木须辞》的古装剧尚未定档，却在腾讯视频创下逼近200万的预约量时，很多人都在问，这部由迪丽热巴、陈飞宇主演的人鬼虐恋剧，凭什么？答案藏在迪丽热巴饰演的贺思木身上，一位活了400年、拥有22位前任的鬼王，以及他与陈飞宇饰演的短命将军段须之间无感互通的奇幻设定。木须辞构建了一个龟须与人间交织的东方奇幻世界。迪丽热巴饰演的贺思木是龟须最强的女领主，不老不死，却因异能失去了所有感官体验。她的世界没有颜色，没有味道，甚至连疼痛都感觉不到。陈飞宇饰演的段须则是一个身世成谜的少年将军，表面阳光洒脱，内心却背负着血海深仇。两人在一次意外中触发无感节气，从此命运紧密相连。这种设定让他们的互动充满了戏剧性。当段须受伤时，贺思木会同步感受到疼痛，而当贺思木第一次通过段须的眼睛看到晚霞时，他眼中从茫然到惊喜的转变被迪丽热巴演绎的细腻入微。预告片中有一个细节，段须在战场上受刀伤，贺思木在千里之外突然皱眉捂腹，指尖渗出冷汗。这种痛感同步的设定，比传统古偶剧的双修更高级。它不是简单的身体交融，而是灵魂的共享。迪丽热巴在剧中的造型堪称颠覆，她饰演的鬼王拥有多套造型。烈焰嫁衣上绣着龟须符文，战损黑甲配血瞳特效，水蓝薄纱透出破碎感。其中一套红衣造型尤其惊艳，薄纱层叠的夜的长裙，金线刺绣暗藏符文，黑发如瀑配鎏金发簪。当她雪中舞剑时，整个人像一团燃烧的业火，美得惊心动魄。陈飞宇的将军形象也经过精心打磨，他的战甲采用冷锻钢片，沙场血战时裂甲破损的细节全是手工做就。剧中他有一个1秒变脸的镜头，从战场上的杀气凛然，到面对贺思木时露出我早知道你不是人，但偏要招惹你的狡黠笑容，这种白切黑的反差感让人印象深刻。剧集在场景构建上投入巨大，剧组耗资千万在银川沙漠实景搭建了龟须城，在300亩荒滩上立起26米高的琉璃镜宫殿。鬼域场景中，万千灵灯如萤火悬浮，人间战场则采用水墨写意风格，黄沙烽烟与冷兵器碰撞出肃杀美感。导演秦真曾指导《长相思》，此次在木须辞中强化了视觉叙事。剧中有一个提灯执剑的名场面，贺思木手持鬼灯，剑尖挑起一缕血色，眼神冷冽地说出：黑夜提灯，为人引路；白日提灯，替灵开道。这个镜头将东方奇幻美学推向了新高度。木须辞改编自黎清然的小说《白日提灯》，但剧版做了大幅升级。它不仅保留了原著中无感互通的核心设定，还扩展了人、鬼、灵3界交织的世界观。剧情跳出传统古偶套路，权谋线与情感线并重。魏哲鸣饰演的反派燕珂，表面温润公子，实则醉心权谋。张丽饰演的灵域女官江爱，与迪丽热巴明争暗斗。宫心计片段未播先火，前4集已经埋下大量伏笔。第1集中，贺思木蹲在屋顶啃桂花糕，段须持剑掠过，风吹动她的墨色纱裙。
他突然扣住他的手腕，问：“你腰间的玉哪来的？”镜头特写玉佩上的木字与赫斯木发带的刺绣遥相呼应，这种细节设计让剧情充满悬念。剧集未播先火的背后，是观众对新鲜设定的渴望。2025年的古装剧市场正值混战期，《天地剑心》《水龙吟》等剧同期热播，而木须辞凭借寿命悬殊加命里绑定的设定脱颖而出。开播当日，腾讯视频站内热度半小时破8000，话题迪丽热巴陈飞宇互通无感冲上热搜。观众评价呈现两极分化，有人赞双强设定太爽了，赫斯木对人时的眼神杀绝了，也有人提前2集铺垫稍慢，但细节全是伏笔。剧集原定2026年暑期档播出，但因预约量过高，片方决定提前至2025年11月上线。这种因市场期待度高而提前播出的情况在国产剧中颇为罕见。剧中一场大婚戏展现了迪丽热巴的演技爆发力。当她第一次通过断须的眼睛清楚看见人间色彩时，从惊喜到开心，再到感动泛泪，情绪转折细腻自然。路透画面长达1分多钟未剪，她举起手仔细端详衣袖图案，最后抬头对陈飞宇露出满意笑容。陈飞宇同样贡献了高光表演。一场雨戏中，他撑着红纸伞与粉衣的迪丽热巴相会，两人手拿话堂，有说有笑。当他眼神宠溺地望向他时，那种笑着失控的疯批感让观众直呼好磕。木须辞的配乐也暗藏玄机，每当两人同框时，会响起特制的银铃加剑鸣混合音效，暗示他们命运的交织。赫斯木的服饰颜色会随心境变化，初遇时是低调的青灰，解锁无感后渐变未带银线的墨绿。这种细节处的用心，让剧集在众多古装剧中显得格外精致。当永生者与短命鬼因爱相连，时间成了最锋利的刀。血液中，赫斯木为断须簪上白眉，却想起400年前也有故人如此相待。战场上，断须为他挡下致命一剑，心中却深知自己逃不过100年之约。这种跨越时间的爱情，是否真的能对抗宿命？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